借由展现出紫禁城的宏观与细腻，意大利金奖导演 Bertolucci 以一个核心的角色带出各种宫廷人物被阻隔与禁锢的内心世界，从华丽宫廷到纸醉金迷，从颠沛流离走向平庸平凡。末代皇帝表现一个国家改朝换代的定律，也影射出现今社会的改变意图，但始终脱离不了重蹈覆辙的节奏。然而，为什么一部有关中国皇朝的电影却是由意大利人完成的呢？是怎么样的史诗电影需要3个作曲家才能完成它的配乐呢？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来介绍横扫国际影展大奖与荣获9座奥斯卡的史诗巨作《末代皇帝》。以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所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为蓝本，又参考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部赢得9座奥斯卡金像奖，包含最佳影片的《末代皇帝》，除了以史诗篇幅来叙述清朝傀儡皇帝溥仪的历史，导演 Bertolucci 对东方儒家思想教规下的压抑，更是做了相当多细腻玩味的剖析。这部电影不谈皇朝历史，反而更着重于个人，一个人如何从黑暗走到光明，是对西方导演更有吸引力的角度。导演 Bertolucci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表现了溥仪如何从一个普通人变为神，而最终又回到人的故事。一个皇朝衰败之前，就像一栋即将倒塌的建筑，在夕阳的照耀之下孤独地耸立着。当我8岁时，我游览了紫禁城，有一件事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记得在这座皇宫，除了几个被整修过的殿堂外，许多房间看起来都非常的阴暗狭小，破旧斑驳。在这种氛围中，我记得我能隐约感受出当时电影《末代皇帝》中主角的内心感受，就像在一个粉饰辉煌的宫廷舞台上，他被操弄着，像个木偶般演绎着人们早已厌倦的过时剧目。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溥仪，在时不我予的时代洪流中浮载，他有着遨游西方的梦，却也有着复兴朝代辉煌的愿望。他想当自由先进的革命者，却依然摆脱不了内心蠢蠢欲动的帝皇之心。末代皇帝正是描绘他的人生是如何一步步在潮流夹持下，如同紫禁城黄昏，一去不复返。导演 Bertolucci 表示，溥仪的故事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呈现，他的一生可以是游走在黑暗与光明的一段旅程，或是从皇帝到平民的传奇故事。你也可以说，他是从蟋蟀变成了蝴蝶。在末代皇帝的配乐，导演 Bertolucci 聘用了3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作曲家替末代皇帝做配乐，坂本龙一、大卫拜恩和大陆作曲家苏聪为218分钟长的末代皇帝编曲。大卫拜恩 David Byrne 是个擅长将 New Age 加上电子混音合成的西方音乐家，他谱写的末代皇帝序曲大量使用了2胡以及5音调。中国作曲家苏聪则是在大卫拜恩的正反端，苏聪仅用1首配乐并不吃重，因此在末代皇帝不难看出 Bertolucci 导演将坂本龙一视为真正的音乐灵魂。坂本龙一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在无数电影、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中工作过。他也是一个歌手、制片人和演员。来自日本的坂本龙一早在70年代末期就分别以个人和电子合成乐队 YMO 成员身份在乐界打响名号。随后，坂本龙一参与日本名导演大岛渚的电影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不仅与英国歌手 David Bowie 共演，更首度尝试电影配乐。坂本龙一写的一曲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从此也开启了他全新的创作领域。也正因为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让坂本龙一在坎城影展认识了 Bertolucci， 随后便获邀在末代皇帝演出监视溥仪的日本军官一角。1987年，当时 Bertolucci 正在拍摄末代皇帝，原本坂本龙一只是负责演戏，但当剧组到了长春拍戏时， Bertolucci 却临时要坂本龙一替片中的登基仪式场景配乐。
在当地只有一台破旧钢琴的条件下，坂本龙一依旧完成了任务，却没料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影片拍摄后完成的半年，远在纽约的他接到制片的电话，他被告知要在1个星期内协助完成电影的所有配乐。坂本龙一问自己有多少时间可以写完配乐，对方回复只有1周。坂本龙一要求2周的时间，但Bertolucci却告诉他 Morricone 只用1周就可以。你说这个导演是否很贼呢？要是我就想，那你就去找 Morricone 写就好了嘛。但是使命必达的坂本龙一还是乖乖的在1周之内写出了45个段落。虽然经过坂本龙一的讨价还价而替自己争取到了2周的时间，但是他的创作过程依然是相当的混乱。尤其在他写完45曲后，他又发现 Bertolucci 后续剪接出的版本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因此他只能持续不断的重写又修改。看到这里，我们只能说，大师你也太拼了吧！末代皇帝的音乐制作统合了东西方来自中美日英等各国的音乐人才联手打造，由坂本龙一、David Byrne 以及苏聪作曲，分别在东京、纽约与伦敦完成录制，并由 Haydn Bendel、Ray Williams 甚至是目前世界知名的配乐教父 Hans Zimmer 等人为唱片的发行做出最后的整合与编辑。而坂本龙一交出令全球惊艳的配乐大作，在中国气味的音色中仍然有着属于他自己较为当代偏向欧美管弦乐曲的个性。除了 First Coronation 和 Where is Armo 等精彩曲目， Rain 搭配片中文秀离婚在大雨中出走的桥段，更堪称代表性十足的名场面。以下就让我们来听听末代皇帝的几首配乐。这首歌曲是英国作曲家 David Byrne 为电影《末代皇帝》所谱写的，也是电影中第1首出现的配乐。David Byrne 使用了中国的锣鼓和钹等标志性的乐器，虽然带有一点俗气的刻板印象，但是这首歌的确展现了东方风情的摇曳身姿。作为序幕的开场曲，也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与魅力。在典雅悠远的氛围中，这首歌曲透过西方的视角，描绘出一种特有想象力和神秘感的中国。坂本龙一的音乐作品融入了西方交响乐的氛围，并且为末代皇帝谱写了2首极为感人的主旋律，那就是 First Coronation 和 Open the Door。 其中 First Coronation 被认为是溥仪的主题曲，透过管弦乐的演奏，溥仪登基的庄严仪式以及百官朝拜的壮观场面，在看似隆重辉煌的氛围中，却透露出深深的无奈与哀伤。Open the Door 是坂本龙一为末代皇帝写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描绘了溥仪还是婴儿时承担了中国皇朝的最后命脉，他被带离母亲，从此深锁于与世隔绝的紫禁城中。Open the Door 代表溥仪内心一直未曾停止的呼喊，同时也暗喻了军阀压迫所带来的沉重负担。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坂本龙一音乐作品中 Rain 是其中最明亮的作品。这首乐曲描述了溥仪的皇妃要求离婚，徜徉而去的画面。文秀独自一人在大雨中走着，身无长物却没有牵挂。Rain 透过动人的旋律表现了一种重生与解脱的感觉。I did not leave it. I did not leave it. 尽管最终有一半的曲子没有被采用，但是坂本龙一仍表示这次经验让他难以忘怀。他说，当工作人员第一次听到离婚戏的配乐 Rain, I Want a Divorce 时，所有的人互相拥抱，不断赞叹音乐的美，高兴的简直要跳起舞来。我吓了一跳，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 moment。
今年3月28日，坂本龙一已于东京的一家医院病逝，享年71岁。虽然他逝去的消息令无数影迷叹息哀动，但是他留下的音乐作品，不管是早期的 YMO 电子音乐，或和 David Bowie 合演的《俘虏》，荣获第1座奥斯卡金像奖的《末代皇帝》，或《遮蔽的天空》、《小活佛》等片的配乐，还是第2座奥斯卡奖《神鬼猎人》的配乐，他谱出过的无数动人音符将永存在我们心中。